在教程开始之前呢，我先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场景，点击上方的资源库，然后搜索 AI，点击 Utility AI，点击下载按钮，新建一个 Agent 文件夹，新建一个名叫 Agent Needs 的节点，继承自 Resource，定义这个脚本的 Class Name 为 Agent Needs，定义一个 Value 改变的信号。在这里，我们先后创建 AI 的选量、玩家的血量、AI 周围同伴数量、AI 是否可以打到玩家、AI 是否可以逃跑等5个变量，并设置初始值。在这个值被设置的时候，先去控制它的范围在0到1之间，并且发送 value change 的信号。我们新建一个 node 场景，取名为 agent，再添加一个 timer 节点。这里的 wait time 是多少时间 AI 进行一次判断，时间越短 AI 越灵敏。新建一个脚本，模板设置为 empty 即可。这里的 class name 命名为 agent。在这里，我们添加一个 active 的变量，当玩家进入 AI 的检测范围时，将它激活并启动 timer，否则的话，我们就将 timer 给关掉并进入 idle 状态。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AI 的状态枚举，分别是空闲状态、追击状态、逃跑状态以及攻击状态。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导出变量 needs，类型是 agent needs，然后则是 AI 当前的状态，默认是 idle 状态。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options 数组，里面存储的是 utility AI option。要定义 utility AI option，我们必须要传入3个参数，这3个参数分别是它的一个行为、上下文以及要执行的函数。而这个行为呢，则是 utility AI behavior。我们先在这个 agent 文件夹下面新建这个资源，资源名称设置为 attack，点击添加元素 ，import key 设为 predicate player，然后新建一个曲线 ，x 坐标代表这个变量值，然后 y 坐标代表是否执行这个动作。如果是0的话，那么就不执行；1的话就执行。这个 invert 就是将 x 坐标倒转，因此曲线可以反过来画。反正怎么好理解就怎么来吧。另外2个资源也是相同的，不过 y 坐标最高不会到达1，因为要给这个攻击行为一个最高
怎么说呢，就是最高优先级吧。摁住 Ctrl 并且拖动资源文件。第二个参数传入 needs，然后来定义4个函数，就是 AI 的行为。从复节点中获取 needs 变量，到时候我们会在敌人的脚本中来定义这个函数，便利这个字典所有的键值。获取 AI 行为决定。执行这个行为。切换到敌人场景中，并且实例化 agent 场景。注意要新建立。先来定义 getAI needs 函数，返回的是字典。这里返回的就是 agent needs 里面的所有变量，一一填写即可。我这里设置了一个 make pass timer 节点，每0.4秒来触发一次 make pass。
1的时候是追击，那么就把它的目标位置设置为玩家的全局坐标。如果是逃跑的话，我们就先获取到所有的敌人节点。由于这里呢，我已经给敌人加了组，所以我们就可以获取分节点，然后使用 getNodesInGroup 函数获取到所有的敌人节点。如果敌人的节点数量为1，即只有我们一个敌人时，这时我们就已经孤军奋战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可以逃跑，让 could run away 设为0，否则的话，我们就去获取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敌人节点。我们设置 partner 的第一个是那个敌人的节点，然后第二个是离自己的距离，然后 INF 是一个正无球的量。便利所有的敌人节点，如果是自己的话，就跳过下面的脚本进行下一个便利。如果这个节点不是我们自己，就获取到它与我们这个节点的距离。如果这个节点的距离小于当前同伴的距离的话，那么就将当前同伴的节点代替为这个节点。最后，我们设置导航代理的目标位置。如果当前播放的是攻击的动画，那么我们应停止切换动画的行为，等待攻击动画播放完。然后根据不同的状态来播放不同的动画。追击和逃跑的时候，我们只改变图像的朝向，具体的移动我们会单独写一个函数。在这里，我们处理敌人的移动。如果动画是由 idle 或者 attack 切换而来的话，我们就重新启动 make pass timer。这里获取的是全局坐标，我们就要将它改为本地坐标。